宝钗，宝钗手脚不干净，偷了库房的玉簪，老奴替你清理门户。宝钗从小便跟我，她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我要去告官。告官？我看夫人是病糊涂了吧？您的夫君苏瞻大人位极首辅，是当今最大的官，在东京和秀宁郡主大婚在即，怎会依你？哼，识相的就自行了断，也省得老奴动手了。这是他的意思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原配，他怎能忍心置我于死地？当年夫人你下药，自荐枕席，夺了他心上人的正妻之位，大人他早已恨你入骨。哼，如今新妇入门，你这老宅旧妻自然就该去死。放着宣赫的侯府养女不做，非要自甘下贱勾引义兄，还气死了最疼你的养母江夫人。如今谁还护得了你？想我薛家满门忠烈，一身傲骨，我薛宁亦是如此。你们回去告诉苏瞻，若是他不来，我绝不就死。既然夫人不明事理，那就别怪大人心狠手辣。若有来世，我绝不要嫁给苏瞻。姑娘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把药悄悄下到世子的酒里了，就在花厅的圆桌上，只等您过去。这是10年前江夫人的生辰宴，那年我在宴上给苏瞻下药，沦为全东京的小兵，生生气死了最疼爱我的江夫人，我也因此被关在老宅，永不见天日，直到我死。没想到我竟然重生到了给苏瞻下药的这一天。苏世子弱冠之年，连中3元，官至大理寺少卿，真是前途无量啊！哈哈哈哈。薛宁，你这是干？薛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自荐枕席，薛宁，你怎么那么不知羞耻？既然夫人不明事理，那就别怪大人心狠手辣。好歹夫妻10日，你竟然听信他人谗言，致使我身死。苏瞻，上一世你究竟是如何看待我？薛宁到底是侯府养出来的贵女，怎会在此间做出这等上不得台面的事？外界都说这薛宁对苏大人情根深重，此番举动是不是在故意引起他养兄的注意？宁宁，怎么了？夫人，前世因我执意要嫁苏瞻，害得江夫人气绝身亡，如今重活一世，顿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哎，世子，
夫人，你不是说平日里让阿兄少喝酒吗？这酒都不知冷了多久了，春日里喝凉酒伤脾胃。阿宁也是在为阿兄着想。原来如此，宁宁有心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态，成何体统？阿詹，宁儿妹妹也是关心则乱，何必如此苛责？薛宁，你我没有推谢宁堂。亲眼看到了，你还狡辩！薛宁，我娶了你就是我毕生的污点，以后你若再伤害宁堂，我定让你好看。我没有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血？前世若非谢宁堂无心，我与苏战唯一的爱，又怎会落得个胎死腹中的下场？苏大人，今日外面风景甚好，可愿和我同去啊？既然重复一世，我再也不要空手空归10年，满心满眼等着苏战来试试。我要亲手将苏战推出去，彻彻底底的为自己活一场。薛宁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方才在席间，你打翻了我的酒杯，偷偷把酒壶藏起来，又来这里清洗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我没有，我只是看着酒壶花纹精致，想着洗干净带回去收藏起来。薛宁，你简直是不知羞耻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从小到大，你用这种投怀送抱的手段在我身上用过多少次？小时候嘛，念你不懂事，可你现在越来越没有分寸了，在母亲的宴会上使起了手段。薛宁，我警告你，你我只是兄妹关系，别的就想都不要想了。兄长多虑了，薛宁真的只是在关心你的身体。在我心里，您一直都是我兄长。是吗？世子，老夫人有请。什么风，把薛丫头也吹来了？薛宁妹妹怕是勾搭阿詹哥哥不成，跑来巴结祖母了，真是好算计。见过老夫人。从前是阿宁不懂事，惹出了许多事端，给老夫人和江夫人添麻烦了。今后阿宁只把世子当做兄长。你能想开便好。老夫人，侯府对阿宁恩情似海，
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阿宁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望老夫人恩准。薛娘，我侯府容你是大恩，你若还想异想天开求着祖母让你嫁给阿詹哥哥，那你可就得寸进尺了。你有什么事，想好了再说。是江夫人要与阿宁致敬，阿宁无以为报，还望老夫人允许阿宁认江夫人为母亲，成为世子哥哥的亲妹妹。薛娘，你那些龌龊的伎俩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如今还在这惺惺作态，难道是想欲擒故纵吗？晶儿，宁儿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若认我做母亲，日后你与阿詹就是名正言顺的兄妹，再无婚嫁的可能。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什么？想当我妹妹？刚才想好的。简直是胡闹！认亲需要请圣旨入族谱，才算名正言顺。你临时起意的小把戏，竟也闹到祖母面前去。如果只是想吸引我的注意，那未免太可笑。祖母，孙儿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你这个丫头是怎么想的？真的要认我为母亲，和阿詹做亲兄妹？是。阿宁心意已决，夫人可否助我进宫面圣，求得圣旨？进宫面圣难如登天，若你执意要请旨认亲，2月2倒是个好时机。届时圣驾会出宫，前去镇国寺祈福。镇国寺？上一世我偷偷跟着苏珍去镇国寺，结果激清国府世子曹节趁意潜入我的禅房，玷污我的名声，让我被众人彻底厌弃。这一次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阿宁，你当真要和阿詹做亲兄妹？若是如此，你们以后就再也不能做夫妻了。是，在阿宁心中，一直都把世子当作兄长。7日后，便是阿宁的生辰，江夫人可愿让阿宁在生辰当日唤您一声母亲？好，到时候娘就为阿宁准备一场风光无限的生辰宴，便邀东京城适龄的名门子弟，任由我的女儿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儿郎，也好让你的双亲全下安心。说真的，她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竟敢让侯府为她代办生辰宴，还由她来选夫。听说届时东京所有名门子弟都会来，就此理！万一让她高攀上哪家，以后不是要压我一头吗？不行，你去找表哥曹景，给他送个信，跟他说薛宁夜叉之头。哎，那不是苏兄的童养媳吗？东京盛传他爱慕苏兄，恨不得日年在苏兄身边。没想到是真的，就一下子不见，居然追到镇国寺来了。丁氏知晓秀莲郡主随苏兄在镇国寺吃醋了，这是来查岗的。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去，把薛宁带回府去。圣驾在此，别让他丢人现眼。是。薛小姐脸皮越发厚了，都敢明目张胆纠缠我家世子，追到这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家姑娘是来镇国寺祭拜父母的。祭拜薛氏一直由夫人亲自前来，
薛小姐何曾来了？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世子有令，请薛小姐即刻回府，莫要纠缠世子，辱没侯府名声。我得夫人允许，来镇国寺祭拜父母，需留宿3日，吃斋礼佛。莫非世子连我祭拜父母之事都要干预？世子好心劝你回府，你却不知好歹。哼！姑娘，世子难得对你上心，不如就跟莫白回去吧，否则世子要讨厌你的。我听他的话，他就会喜欢我吗？从头到尾，他都瞧不上我。姑娘，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要是被世子讨厌，你要哭上3天3夜。从前是从前，如今我只把他当作兄长。爹，娘，阿秀，前世女儿鬼迷心窍，一心痴恋苏湛，最后落了个不得善终的下场。重活一次，女儿一定不会重蹈覆辙，请你们放心。姑娘，你猜得真准，那吉庆伯世子曹瑾果然来了，昨日就在禅房住下了。他一个纨绔，哪听得懂佛法？怕是有人授意，冲着我来。姑娘猜是猜中了，可以你我2人之力，如何反抗得了？别哭了，妹妹，以后侯府就是你家。这是我的贴身玉佩，你拿着它，我的侍卫就会保护你。你拿着这玉佩去调遣苏瞻亲卫，今夜我们便来个瓮中捉鳖。轩宁回去了。回主子的话，薛小姐不仅没回去，还说要在这里过夜。什么？简直就是胡闹！真不知道他又耍什么把戏。能有什么把戏？不就是想跟主子在一起？他这种死皮赖脸手段也不是第一次。世子，刚刚薛小姐调走了你一部分亲文，不知道要去做什么。看吧，这薛小姐事多着呢。她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里头睡着的到底是宣义侯府的姑娘，世子悄声些，别弄出什么动静来。要是不弄出动静，怎么让外人知晓？我俩睡了。你休要多言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看好你的门。小娘子，我这就来了。小美人儿，人呢？来人了，抓贼呀！把里面的人抓起来。好嬷嬷，卖主求荣，
你可知道是个什么下人？姑娘啊，姑娘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老奴，老奴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是他，前世唯一能跟苏真抗衡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长彻。前世我被赶往永州而战，路上曾与他有一面之缘。姑娘，看在下看傻了，在下的确长得英俊了些。我没有。小丫头，扶一下你家姑娘。先把人带下去吧。多谢公子相救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九品五散官，城门校尉李长彻。城门校尉，那不就是在宣阳里给人看大门的吗？看来是我打扰了二位的雅兴。确实。阿兄怎么会在这儿？若是我回去了，岂不是看不到这一出好戏？我若回去了，怎么能看到今夜的好戏？这是你家里人，如此凶神恶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索命的。好好看你的大门，别管别人家的闲事。轩宁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私自调走我的禁卫。阿宁妹妹，你这次确实过分了。平时缠着阿詹哥哥也就算了，念在你年纪小，不与你计较。可现在你竟敢私自调遣阿詹哥哥的禁卫，你可知因为你的胡闹，险些惊动圣家？那又怎样？曹景图谋不轨，我调人自保，难道阿兄就要因此将我捉拿归案吗？轩宁，别以为有新的靠山就不把你的兄长放在眼里。阿兄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轩宁，不要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吗？你勾引男人的手段还能再高明一些吗？我今夜险些遭贼人玷污，阿兄却还觉得我是在勾引别的男人，在找新的靠山。难道在阿兄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算计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若不是你不听我的命令，不离开镇国寺，又怎么会有今夜的事？说到底，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是啊，前世就是因为我自作自受，才会落得死不瞑目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作茧自缚，离你苏宅远远的。罢了，今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明日一早你就离开镇国寺，不得有误。小姐，你刚刚真厉害，竟然敢跟世子那样说话。马上3更天了，若要拿到认亲圣旨，我们现在就得求见皇上。当年宫变，害得我们母子生灵10余年。待朕将宇文旦在朝中的势力连根拔起，便将彻儿的太子身份昭告天下。启禀皇上皇后娘娘，宣义侯府宣宁在门外求见。请他进来。臣女薛宁深夜叨扰，是想以薛家满门战功，求一道圣旨。可是与你那义兄苏瞻有关。
京中人人皆知你对他爱慕已久，可是想嫁与他为妻。秀宁郡主与苏瞻早有婚约，满城皆知。你的要求朕无法允。臣女并非是求赐婚圣旨，而是求一道认亲圣旨，还请皇上允许臣女认宣义侯府主母江氏为母，名入族谱，昭告天下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圣旨一旦赐下，你们可就是名正言顺的兄妹了。日后哪怕后悔，却是连做妾的机会都没有，君无戏言。臣女不愿做妾，只想做心上人唯一的妻。薛家女儿是有些骨气的。臣女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皇上和娘娘将此事秘而不发。3日后便是臣女的生辰宴，届时臣女要亲自将此事昭告众人。好，朕答应你。世子，我没看错吧？世子竟然来找姑娘了。昨日之事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簪子就赠予你了。不过日后行事便不可任性。郡主来的正好，这是阿兄特意为你挑选的凤簪，你可喜欢？阿珍，这可是琉璃阁的凤簪，世上仅有一只，你待我可真好。给嫂嫂挑选的自然是最好的。我与郡主还未成亲，你现在就叫嫂嫂，未免太早了一些。3日后，阿宁的生辰宴，还请阿兄与嫂嫂一同前往。阿珍，等等我。苏瞻，你不是一直想甩掉我？3日后生辰宴，我定与你彻底划清界限。苏兄，昨日薛宁深夜求见皇上，以满门战功求了道圣旨，莫不是求皇上让你认他做平妻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听闻3天后就是薛姑娘的生辰，怕不是要借着生辰和圣旨向你逼婚吗？刚才他还一口一个嫂子，我还以为他想明白了，没想到还是那么不知羞耻。秀宁郡主出身高贵，她不过是一介孤女，怎么能与郡主平起平坐呢？苏兄，若要是你的养妹依旧对你痴心不改，日日纠缠，苏兄不妨纳她为妾，岂不享其人之福呀？绝不可能！我把薛宁只当做妹妹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想法。君不见，东流水，来时无踪迹。这是世子爷最喜欢小姐穿的颜色，既然是您的生辰，小姐打扮的好看一些，世子一定会重新喜欢你的。前世为了迎合苏瞻的喜好，我从未按照自己的心意打扮过一次，不施粉黛，素衣前去，只换来葬身火海。这些衣裳太素了，我不要。宁儿，你可是打定了主意，要在生辰宴这一天认我做母亲。要知道，圣旨一旦宣读，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。夫人，您就让我听从我自己的心意，做一回自己的主吧。好。宝婵，去拿些鲜艳点的衣裳来。
你们听说没？薛姑娘为了自己的生辰，特意向陛下求了道圣旨。你们说会是什么呀？还能有什么？定是求陛下成全他跟苏大人。东京城里谁不知道他喜欢自己的义兄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阿宁妹妹为了你，竟然用薛家满门军功求取圣旨。若陛下真指了她做你的妻，那我……他与你云泥之别，如何相比？你放心，我只会娶你做妻。薛姑娘到。这是那个薛宁，竟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从未见过薛姑娘穿得如此夺目耀眼，都把秀宁郡主比了下去呢。阿宁妹妹今日打扮的可谓是光彩照人，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呀。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多看她两眼，想区区美貌吸引我纳她入府，可笑。承蒙诸位赏光，今日莅临小女薛宁的生辰之夜。在入席之前，我有一件关乎终身的大事，想借此良辰告知众人。我已向皇上求得圣旨一道，将终身之事尘埃落定。终身大事，该不会是婚姻大事吧？难不成是想当众求娶，让祖母成全他与阿占哥哥？不可！今日宾客众多，薛宁，你可要三思而后行，别自取其辱，丢了我侯府的脸面。阿兄怎知我要说的终身大事会让我自取其辱呢？宁儿妹妹，我知你对阿占情深意重，可你不能用圣旨逼他娶你啊！若是你真的放不下，待我与阿占成亲以后，再娶你做平妻，与我平起平坐。郡主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薛宁是我妹妹，笑想自己的兄长，本就是恬不知耻。正好，诸位可以为我见证，我苏瞻，就算不与郡主成婚，也绝对不可能娶你，薛宁。你以为我要说的事情是这个？你深夜进宫，不惜以你薛家满门军功，恳请陛下下旨，不就是想嫁给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说平妻，就算是妾，我也绝对不可能纳你。就算是妾，我都不会纳你。这薛宁真是下作，竟然用圣旨强逼兄长娶自己。宣义侯府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啊！江夫人对他视如己出，他却觊觎江夫人的儿子。祖母，你看，我就说他是冲着阿家哥哥来的吧，真是没皮没脸的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不过就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也敢笑想侯府世子妃的位置。宁丫头，你养在侯府多年，一言一行代表宣义侯府，更是代表薛家满门忠烈。难道你要为了一己私情，让两家都沦为东京笑柄吗？阿宁，若是你父母知晓你要入侯府的事情，我想阿爹阿娘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。大家快看看啊，薛宁为了逼婚穿得花枝招展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把这生辰宴当做喜糖呢。别胡闹了，薛宁，不要再做这等辱没侯府门楣的丑事，赶紧收手吧，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。阿兄怎就如此笃定？这道圣旨是赐婚圣旨。你的心思我还不懂吗？不要给我装模作样。阿瞻，这圣旨一下，阿宁和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，你怎能如此说他？一家人？薛宁，别以为你拉拢母亲，有母亲宠你，就可以如你的愿了。你，江夫人，我知道你宠爱薛宁妹妹，可是再宠爱，也不能让她这样肆意妄为，误了侯府名声啊！
侯府还有待出阁的妹妹呢。嫂嫂说的是，养兄与养妹如何能成为一对？更何况阿詹哥哥还有婚约在身呢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这圣旨是要我嫁给苏詹了？你别胡闹！我说了，就算你拿圣旨压我，我也不可能同意。圣旨在此，众人皆旨。阿兄，你拒不跪拜，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吗？逆子，还不跪下！不就是将宣宁嫁给我？众人皆知，还需要宣读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薛氏女薛宁孝敬恭顺，其父忠勇殉国，朕心感念。薛宁自幼由江氏抚育长大。薛宁，趁现在还可以收手，莫要酿成滔天大罪。特准薛宁认江氏为母亲，名入苏家宗祠，列于侯府族谱。钦此。这是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亲哥哥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亲哥哥。什么亲哥哥？什么入宗祠？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假传圣旨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假传圣旨？薛宁，我侯府待你视如己出，你却用假圣旨这种粗俗的手段恩将仇报，你安什么心啊？薛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不是赐婚圣旨吗？怎么成了认亲的？我并没有假传圣旨，这就是道认亲圣旨。我今日所做一切，都只是为了名正言顺的成为母亲的女儿，仅此而已。不可能！你究竟在耍什么花招？薛宁，你可知道这道圣旨意味着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你我只能是兄妹，再无半分成亲的可能。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便不再缠着你。你与郡主琴瑟和鸣，而我亦好好侍奉在母亲身旁，皆大欢喜，不是吗？你丫头这样懂事，也不枉我侯府养你多年。锦娘还不让人把族谱取上来，将您丫头的名字写入族谱，完成认亲仪式。是，老夫人。来人！阿宁妹妹能放下过往的执念，以后与阿詹兄妹相称，我们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阿詹，你说是吗？起笔落名。且慢！且慢！这不是后悔了？刚才不是信誓旦旦吗？看来都是欲擒故纵的把戏。薛宁，认亲认到一半突然反悔，传出去啊，可能会被人笑掉大牙呢。你丫头，圣旨已下，你现在反悔，不仅得罪陛下，还会把侯府置于绝境。老夫人，阿兄，
我并没有反悔。那你为何迟迟不下笔？我只是在等一个人，等他到了，这认亲仪式再开始也不迟。等人？哼，你等什么人？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。若是你后悔了，就现在端茶道歉，看在母亲的份上，替你向皇上求情。在下来迟了。薛姑娘，生辰快乐！你的生辰礼。若是公子得空来我的生辰宴，我将感激不尽。有酒喝，有热闹看，一定来，一定来！姑娘，您的生辰宴邀请一个无关的外男，怕是不妥吧？李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何不妥？前世，李长彻是唯一能与苏瞻分庭抗礼之，与他打好关系，总是没有坏处的。这是谁啊？看着这么粗俗。是啊，这种身份的人怎么能进得了侯府的生辰宴？是他，那个救了薛宁的男人。我侯府的门槛何时变得这般宽松了？无名小卒也敢入内？我是薛小姐的救命恩人，别说进得了侯府，就算往那儿坐，也当得起。李校尉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今日他能前来，我倍感荣幸。看来他还是在故意气我。若真心想认我做兄长，为何要找这种来路不明的男人？不过就是想引我吃醋罢了。起笔落名。宁宁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娘名正言顺的女儿了。母亲在上，请收女儿一拜。从今天起，我便好好侍奉在母亲身旁，替您养老送终。哎，我的好女儿，快起来！恭喜江夫人喜得一女。以后薛小姐就是世子的亲妹妹了，日后婚事还得让您多照看照看。这薛小姐的认亲礼，世子身为兄长，中途离开，恐怕会被人说兄妹不和啊。刑部公务不得有误。什么公务差着一时半刻的？薛姑娘既已认江夫人为母，按规矩也该向你这位兄长斟茶问候。等喊完这声兄长，你再走一步时。阿瞻，认亲讲究的是圆满，公务再急也不在乎这一杯茶的功夫。来人，奉茶。兄长，请用茶。轩女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日后莫要后悔。感谢诸位赏光，来见证小女的认亲之喜。宴席过半后，诸位可去后花园里赏花投壶，尽情的热闹一番。江夫人对阿宁妹妹真是上心，今日来了这么多东京城的贵公子，正好让阿宁妹妹好好挑选，定能找到如意郎君。挑选？我看她根本就不会挑选，之前费尽心思嫁给阿扎哥哥不成，
如今故意任期留在侯府，他就是想找个借口不嫁人，好永远缠着阿扎哥哥。这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不会吧？阿宁妹妹既以任江夫人为母，与阿詹以兄妹相称，想必是已经放下了。嫂嫂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他想要什么东西啊？我门儿清。你要是不信啊，我们现在就去后花园看一看，有阿詹哥哥在，他还会不会与其他人一组？阿詹，你不是还有公务在身？眼下认亲已经结束，不如先回去处理公务。无碍，耽误不了一会儿功夫。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这头壶啊，应两两为伍，不如我们各自组队吧。今日是薛姑娘的生辰，理应让薛姑娘先挑选队友啊。诸位先挑吧，我随意就好。看吧，他果然还是不愿意跟别人一组。阿詹，不会真像青儿说的那样，阿宁妹妹不愿意选择别人，心里还是只有你。可如今你们也是兄妹，薛娘，你赶紧选吧。我跟阿詹哥哥还有嫂嫂也想要凑热闹参加这个投壶大赛。阿詹哥哥可是我们东京城有名的神投手，跟他一队啊，保准你能赢的。李校尉，可否愿意与我组队投壶？不知公子可否愿意与我一起组队投壶？你确定？薛姑娘不选你兄长那种投壶高手，反而选了我，就不怕我对投壶一窍不通，拖累你？上一世，我为了讨好苏詹，在后宅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日日苦练投壶，早已熟能生巧，可惜都没能换来他的意义。公子是否愿意相信阿宁？信。哇，全中了！全中了！全中了！跟一个连投壶都不会的人组队，你是想直接放弃吗？你是想直接放弃？投壶原本只是个游戏罢了，本就是图个乐子，又不是什么生死较量，何必要争个高低输赢？好，记住你说的话，一会儿可别哭鼻子。小姐，世子他好像生气了，要不要去解释一下？跟不相干的人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李公子，我们开始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与万南搂搂抱抱成何体统？阿詹，你别生气，阿宁妹妹也许是不小心的，这样的事儿她也不是第一次做了。别以为与万南拉扯不清就可以吸引我的注意，可笑！这是我第3回救薛小姐喽。多谢公子出手相助。苏小姐，你要是再不长记性，伸出不听使唤的腿使坏，在下不介意帮你卸了。詹儿，你在刑部任职，身边想必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同僚，若是有合适的，你给阿宁相看相看。
上回生辰宴，东京城的世家子弟几乎都到齐了，怎么都没有相中的？问过阿宁了，他没拿主意。既如此，又怎会看得上我的同僚？娘，他的手段你还没看明白。所谓的认亲，不过是想留在相府继续纠缠我罢了。薛宁他依旧是对我痴心不改。你若是真的只当阿宁是妹妹，这番话也不是一个兄长该对妹妹说的话。世子，安琪有进展。哎呀，这可是今天最后一份桂花糕了。啊，没有桂花糕了，长车哥哥吃不到了。郡主别灰心，咱们再去别处看看。郡主，上一世坊间传言，李长车那位早逝的白月光。好像也是位郡主。来，你拿好。谢谢老板。请问这位姑娘可是认识李长车李公子？你也认识长车哥哥，他是我兄长。李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份桂花糕就让给姑娘你了。你真好。我叫薛嫣然，还未请教姐姐芳名。薛宁。我请你去前面的茶馆喝茶吧，就当是谢你了。好啊。苏兄，这不是你那养妹吗？现在该叫义妹了。不过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兄妹了，她怎么还是对你穷追不舍啊？你在这儿便衣查案，她都跟过来了。看来这认亲宴不过是薛姑娘的小把戏。之前一口一个兄长，叫的比谁都生疏，如今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这种装作巧遇的手段真是拙劣。哈哈哈哈啊！怎么是这家茶馆？上一世苏瞻就是在这里遭遇刺杀，虽无性命之忧，却也身受重伤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。郡主，外头有花灯，咱们去瞧瞧。好呀。时候不早了，阿兄今日还是早些回府吧。怎么？你的小心思被我说中了，想落荒而逃啊？薛女儿，你若想缠着我，直说便是，不用兜兜转转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。苏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您姐姐是我拉来的。苏瞻，拿命来！大胆！红尘旧曲一出处，是恋慕是自苦，柔情深许一生伤，是剑。叫大夫，快叫大夫！阿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母亲呐！怎么样了？为何还不动手？不是小的不肯救治啊，实在是薛姑娘的剑伤非同小可。只要拔出剑刃，必定会心口大出血，九死一生啊！而且要拔出这匕首，需要褪去薛姑娘的衣衫，这男女有别呀。世子，你是小姐的义兄，又是习武之人，定能帮小姐拔出匕首，求求您了！可是这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若为他脱衣拔剑，那此事传出去了，岂不坐实了他缠着我的流言？他这一辈子也别想嫁人，只会缠着我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乎那些做什么？只要能救宁宁，我也不在乎什么老世子的名声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严令下人封口。张儿，你快动手啊！世子，求你救救小姐吧，求求您了！你快动手啊！罢了，等仙宁堂恰起来后，封她做个侧妃吧。
慢着！是你？这是薛宁的闺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难道让薛宁嫁给你这个烂人做妾？我来替他拔刀，去准备止血的药材与工具。好好，老夫这就准备。阿珍，你若是不喜欢阿宁，就不要再坏了阿宁的名声。走。菩萨保佑，阿宁一定要平安无事啊！没想到薛宁竟然对我深情至此，不惜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我挡刀。阿宁怎么样了？江夫人放心，薛宁并无性命之忧，只是伤势过重，还需好生静养。那我去看看他。去给你家姑娘打些热水擦拭身子。多谢李校尉救命之恩。先起来。苏世子可真是恪守亲哥哥的本分，甚至不惜将自己妹妹的性命置之度外。我警告你，今日之事，不准向外透露半个字，更不准以此为借口来纠缠薛宁。我若是不同意，偏纠缠薛宁，又如何？薛宁尚未出阁，又舍身替我等，更不可能嫁给你。你这般对她，让她如何自处？你又怎知薛宁不愿意嫁给我？你又怎知薛宁不愿意嫁给我？痴心妄想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九品小官，薛宁的婚事也轮不到你头上。送客。在下改日再来看望。李校尉是薛宁的救命恩人，这等义薄云天，就该让全东京的人都知道。是。你又怎知薛宁不愿意嫁给我？若薛宁嫁给李长彻这等莽夫，以后日子正难过，与其让她跳入火海，倒不如……莫白，备马车，我要进宫面见圣上。宝钗，宝钗，姑娘，你可算醒了，这几日担心死奴婢了。薛宁，薛宁，阿兄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你替我挡刀，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自然不会不管你。现在全东京城都知道。你为了救我而名节受损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纳你为妾，对你负责的。什么挡刀？那都是误会。阿兄，你刚才说要纳我为妾？
可是你与郡主还尚未成婚，怎能纳我为妾呢？昨夜我进宫请了圣旨，陛下允许让我纳你为妾。郡主为妻，你为妾并不冲突。郡主为妻，你为妾并不冲突。好了，你好好休养着，等身体好了，便抬你入明月阁。世子肯娶你，已是对你最大的恩赐。你夙愿得偿，以后别再耍那些无聊的把戏。你还狡辩！孙宁，我娶了你就是我毕生的污点。以后你若再伤害宁堂，我定让你好看。他将我的真心践踏了一辈子，最后薄情寡义，将我烧成了一把灰烬。如今纳我做妾，也不过是怜悯与施舍。难道要我重蹈前世的覆辙？不，我绝不！我不嫁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他。小姐，你别激动，小心牵动伤口。世子也是为了您的名节着想。您胸口中刀是李校尉帮你脱衣疗伤的。李长彻，是李校尉帮你脱衣疗伤的。李长彻，是。此事不知被谁传了出去，现在京城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说您名声尽毁，再也嫁不了好人家。世子他娶你，应该也是想保全您。宝钗，你现在立刻传书给李真真，让他过来一下。啊！哎呦，李校尉为何不从正门入内？你弟兄长下了令，不让我进侯府半步，否则我也不愿意做这翻窗小人。哎，快坐快坐。你这伤势如何？好多了。李校尉，我受伤那天可是你亲手为我脱衣疗伤。是，那日情况紧急，为了救你，迫不得已。你不会要秋后算账吧？哦，没有，我不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。只是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到底是我连累了你。李校尉，可否愿意娶我？啊？可否愿意娶我？啊？若是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再想想其他法子。哎，别，我也没说不同意啊。其实我也不想瞒你，我之所以贸然提出，是因为你想摆脱苏珊。对，我不想嫁给他做妾，只要能远离他，粗茶淡饭，我也愿意。你不喜欢他？不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日我就差人把生辰庚帖送来，你选个日子，剩下的交给我。阿詹，你糊涂啊！不可郡主的大婚将至，怎可拿阿宁为妾？母亲请放心，迎娶宁堂当天，让薛宁一顶小轿从后门进来便可。如此草草了事，阿宁也肯？薛宁被外男碰了身体，早已不清白，能嫁入宣仪侯府做妾，是她的造化。再说了，她从小在侯府长大，吃穿用度皆由侯府供给，听我的安排自然是没错的。就劳烦母亲
转告祖母，就此安排吧。我不同意！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的阿宁？她可是你入了族谱的亲妹妹。圣旨已下，木已成舟，你还是早些为轩宁准备嫁妆。混账东西！宁丫头看着比前几日好多了。你为阿詹挡刀，侯府上下铭记。以后七云阁要什么，你只管跟我提。多谢老夫人，阿宁没有什么想要的，只想好好侍奉在母亲身旁。阿詹想纳你为妾，你可愿意？阿宁已有意中人，不愿意嫁给阿兄。我也不同意。阿宁是入了侯府族谱的，是我的嫡亲女儿，是阿詹的亲妹妹，又怎能嫁给我的儿子？岂非乱了人伦纲常？是何人？是生日宴那日到访的李长彻、李校尉。这李校尉，我在生日宴上见过，是个品行不错的好孩子，只是他出身草莽，官职又低，你嫁过去，难免会受苦的。娘，李校尉多次救阿宁于危难之中，且同我说终身不纳妾，阿宁愿意嫁给他为妻。你们两情相悦，再好不过。只是阿詹那边，阿宁恳请，先不要把此事告诉阿兄，待到成亲那日，用一顶小轿将阿宁嫁出府便可。这也太委屈你了，成亲本是大事，又怎能如此草率？若是嫁给阿兄，不也是一顶小轿吗？上一世别说花轿，就连个像样的媳妇都没有，顶着一块被人用过的旧盖头，就这么草草的嫁给了宋真。能嫁给李校尉，对阿宁来说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好，也好。阿詹并非你的良配，母亲知道，母亲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。你放心，就算是小轿出嫁，母亲也会为你准备好丰厚的嫁妆，绝不会让你被婆家看轻。你要娶薛宁？是那个请旨要认亲的将门姑女？是，还请父皇母后成全。薛宁出身薛家，又是薛义侯府义女，不慕名利，愿意嫁给你这九品小官，可见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子。如今朝堂局势稳定不少，我看不如恢复太子身份，明媒正娶。不可不可，他胆儿小，要是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我怕他害怕，到时候到手的媳妇跑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能这么不成器？连自己的媳妇儿都守不住。追了2辈子，今天是进度最快的时候。我如今横插一脚，不知会不会影响李校与他心上人。罢了，一旦离开侯府，我就速速和离，绝不纠缠。年年，李校尉，你怎么来了？明日便大婚了，还还我李校尉？阿彻，这是我母亲给我的，现在送给你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宝玉啊，就应该配美人，否则就是个没用的石疙瘩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定会8抬大轿隆重迎娶，绝不让你被谢景堂比下去。薛宁，你快走，别让苏张发现了。我们才是正经小夫妻，躲他算怎么回事？若是被他发现了，别说是夫妻，日后怕是连面都见不上了。好，我听夫人的，让他一回。
等我来接你。嗯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没什么，阿兄深夜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这是城南一间绸缎铺，我赠予你的，算作你的嫁妆。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？这可是东京的黄金店铺，算便宜你。莫白，多谢阿兄。想必你听娘说了吧？明日我会在前厅迎娶您堂，届时我会派人让人用小轿从后门接你入明月阁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妾室，只要你安心听话，以后我会让你有个小孩。明月阁，那个少年时几乎将我关到疯癫的地方，还害我没了唯一的孩子。你，阿兄，夜已深，还请早些回去歇息吧。都要叫我为妾了，还做这种欲擒故纵的模样。你好好准备吧。哼。明日过后，我将彻底摆脱前世寄人篱下的苦难，摆脱苏真的控制。小姐，您穿这身嫁衣真好看，可这婚礼也太寒酸了吧！您本该风风光光出嫁的，如今却要这样偷偷摸摸。能摆脱苏瞻，为自己而活，哪怕婚礼简单些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嗯。时辰到了，姑娘，咱们呀该起轿了。好。起轿！1、2、3，起！来外面，哎，好嘞。等等。薛姑娘，请您下轿片刻。成亲路上最不吉利的就是新娘子下轿，有何事情非要我家小姐下轿子？这呀是李校尉的意思，让您一步呢。怎么，看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小轿只是权宜之计，哄侯府那帮傻子的，我可不能让我的新娘子坐那么破的轿子。哼，走，回家。这轿子宽敞，同你家小姐一同进去，陪她解解闷。是。李长彻，你今日也成婚？怎么，看不出来？哼，看来我之前还真是误会你了。
本来以为你对薛宁是一心一意，一直围绕他转，没想到只不过是三心二意之辈。是，我哪比得上苏大人？苏大人对郡主是从一而终，从不喜欢别人。我着急娶媳妇儿回家，还请大人让路。起轿。苏瞻，今日过后，你我再世无缘，永世陌路。世子，您干什么呢？你说薛宁若是知道这个李长彻已经娶了他人，会怎么想？薛宁目光浅薄，就算是要挑选夫婿，也选不出比世子您更好的。等会儿将宁堂送回府去，薛宁应该也就被送到明月阁了。到时候还要好好调教调教，让他知道这人心险恶，离了我，他什么也不是。夫妻对拜，好，恭喜新郎官，贺喜新郎官！大家吃好喝好，恭喜新郎官！恭喜新郎官！恭喜新郎官！贺喜新郎官！真是不错！恭喜！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世子，薛宁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你派人找吗？明月阁、西方阁都找了，没有人。西云阁更是人去楼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新郎官怎么走了？是啊，新郎官去哪儿了？薛宁，阿珍，你不必找了，安宁已经出嫁了。出嫁？她嫁给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已经求了圣旨，她只能做我的妾。圣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阿宁不愿做妾，她已经嫁给了李长彻，今日也是她的大喜之日。不可能，她只能嫁给我。站住！今日是你和郡主的大喜之日，你身为宣义侯府的世子，当着满府宾客的面，抛下自己的新婚妻子去找别的女人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这李长彻就是一个九品小官，薛宁嫁给他，能有什么前途？他定是气我，让他做小妾，不甘心故意气我，才下嫁他人。我作为他的兄长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羊入虎口。我觉得薛宁肯定放不下阿占哥哥，他一介孤女，除了我们宣义侯府，还能依靠谁？李长彻不过就是个军营看大门的货色，能给他带来什么？他一定会后悔的。不许去！阿宁之所以瞒着你出嫁，就是怕你做出出格的事情来。母亲，薛宁好歹是你女儿，你就这么愿意看她下嫁一个小官，将后半生托付给一介草莽？你这般愤懑，究竟是以兄长之名去担心小妹，还是打着兄长的幌子行私心之举？你对阿宁当真没有其他半分心思？请新郎用喜掣挑起喜帕。知道了，出去。不是，李校尉，这礼还没做完呢。出去。从没见过如此猴急的新郎官。我家年年真好看。
哪有你这样的？这里还没成，就先把喜婆赶出去。这些繁文缛节太麻烦了，我不喜欢。你饿吗？还好。枣花糕，这只有侯府的嬷嬷才会做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从侯府顺来的。线下人都被我捆在灶台上，给你做点心呢。啊？傻丫头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其实我能顺利嫁出宣义侯府，已经很满足了，实在不必如此破费。我知道你积蓄不多，这些钱咱们还是留着，以后过日子用吧。哎呀，我这是找了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媳妇儿，刚过门就开始替夫君盘算了。油嘴滑舌的，这凤冠好沉，我帮你拆。这凤冠也太繁琐了，你怎么戴上去的？是喜婆给我戴的。按理来说，也是喜婆来摘。那喜婆应该还没走远，我重新去请。小哥哥，你能带我去找爹娘吗？他们不见了。找不回来了。以后你就跟我回东宫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关山路尽踏光这一场，纵愿成劫这死佛难忘。谢姑娘已3日前嫁给了苏瞻，殿下，你来迟疑。谁共我云白纸风霜，情此山怀墨天光。上一世天若有便该是我的妻子，一步吧，让你归你父母，无疾而终。这一世，不管什么礼节大义，我偏要又争又抢，与你恩爱久长。这都快子时了，世子跟世子妃还不……别多嘴。世子该先洗帕了。出去！这般愤懑，究竟是以兄长的名头担心小妹，还是打着兄长的幌子行私心之举？你对薛宁就真的没半分其他的心思？薛宁，你只是我的妹妹，只是妹妹而已。夫君，夫君，薛宁，你还敢回来？
夫君，是我。夫君，是我。我喝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夫君，做我的夫人，你日后该生气生气，该甩巴掌甩巴掌，把那些惹你生气的人打得别再唧唧歪歪才好。原来被人坚定的护着是这样的感觉。铲铲哥哥，铲铲哥哥，安宁姐姐，郡主好，我先进去了，你们聊。薛宁啊薛宁，你怎么忘了？李长车喜欢的是薛嫣然啊，我跟你李长车之间不过是一场契约。铲铲哥哥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安宁姐姐啊？是啊，那你喜欢嫣然吗？我喜欢你，就像亲哥哥喜欢亲妹妹一样，你永远是我的妹妹。我知道了，我喜欢你，也喜欢安宁姐姐。铲铲哥哥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为你准备的聘礼、回门礼全在这儿了。回门？原本给轩逸侯府准备了些像样的，让你带回去撑撑腰。谁想到侯府一家一二坏，就欺负你，我1分钱也不给他们，全给你。可是你哪来这么多金银稀软啊？莫不是你从前行军打仗的时候搜刮了民脂民膏？你这小丫头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？你夫君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自然不是。你若是想知道后天15宫宴，随我进宫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15宫宴，尚是这次宫宴发生惊天巨变，东宫太子回归，彻底改变了朝堂格局。还有，那时我被困在后寨，对具体变故一无所知。长城，我总觉得宫宴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可舍不得让我家宁宁当寡妇。梳妆台空了，书架也空了，走的倒是干干净净，看着好像这侯府没有他的痕迹似的。世子，您之前送薛小姐的白玉簪还有平安玉佩，被薛小姐留下了。我本来以为
就算你嫁人了，也会把东西留下，念着我侯府的情，念着我。可是你把东西都丢下了，是要彻底跟我做个了断，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呀？夫君回来了。今天累了一天，喝点茶暖暖身子吧。他定是生我的气，觉得我对他不够好，不够关心，连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之所以要嫁给李长彻那小子，不就是不想当妾？那我就让他做平妻。只要我恳求祖母，恳求陛下，他定能风风光光的回府。你说什么？郡主啊，你一向大度，等阿宁回来不想看到你和我在一起，你就暂且先搬到别院去住。等他什么时候消气了，不生气不介意了，我再接你回来。你放心，世子妃之位绝对不会受影响。仙女，既然你要回来抢我的位置，就休惯我，心狠手辣了。皇上要单独见我，你先入席，我处理完事情便来找你。你一个城门校尉，还能单独见见皇上？一会儿你便知道了。我先走了。咱们走吧。阿宁，之前的确是为兄做的不大妥当，让你匆匆下嫁他人。以后我会好好待你。等下宫宴开始，你坐我旁边。我与夫君一同前来，自然是要坐到我夫君身旁的。坐到你身旁算怎么回事？苏大人，你我早已陌路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了。陌路？只要我今晚在宫宴上立下大功，就求皇上赐旨，就能将你接回侯府。今日夜宴，诸位爱卿相聚于此，朕甚是开心啊！来，与朕共饮一杯。今日夜宴，皇后娘娘何故缺席呀？皇后得了风寒，就住在未央宫休息。皇后娘娘如此孱弱，如何能辅佐皇上治理后宫啊？皇上不如另择他人吧。宇文旦，你放肆！夫君切莫轻举妄动，我父亲跟宇文大人早有联系，今日之后改朝换代。你终究是按耐不住。微臣这是亲君侧，是为皇上好，为天下着想。皇上还是要听微臣的话。什么人敢暗算我？九品五散关城门校尉李长彻前来护驾。
老贼，你大势已去，怎么回事？虎符在我手中，御林军怎会听你调遣？虎符在我手中，御林军怎会听你调遣？这要问问你的好女婿啊，这虎符是他给的我。忠义王宇文旦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多亏苏爱卿及时通风报信，调包虎符，还救朕于危难之中了。阿珍怎么会知道我爹跟宇文旦的事情？这是臣分内之事。把犯顺作乱的一干人等通通拿下。苏爱卿，你救驾有功，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。臣不求加官进爵，也不求金银珠宝，只求陛下一道圣旨，赐薛宁给臣做平妻。赐薛宁给臣做平妻。这恐怕不行啊。苏湛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还想让阿宁做你的平妻？你怎么不求皇上赐你当阿宁的小妾？我做大，你做小，咱仨把日子过好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这么说？我呸！想得美，鬼迷心窍的贱人！陛下，你也看到了，李长彻如此粗俗不堪，绝非良配。就算臣不能迎娶薛宁，臣也恳请陛下赐李长彻、薛宁和离。这也不行。为何不行？朕早已看中薛宁。陛下，阿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如今宇文旦伏诛，朕也该把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李长彻就是朕的亲儿子，当朝东宫太子。皇上说什么？小姐，皇上说姑爷是当朝太子。我记得上一世宫变之后，贵妃被赐死，东宫重新找回了丢失的太子。怎么被找回的太子居然就是长彻？夫人，我家公子不是故意要隐瞒您的。苏湛，能不能别老惦记着我家宁宁？看看你老婆是谢义之女，是逆党，你不为她求翻恩典？阿彻，乱党一事由你全权处理。是。宁宁，这位秀宁郡主曾给你使了不少绊子，还得交由你处置。谢宁堂还不快求求宁宁，让他保你这条狗命。宁堂，快向玄宁请罪认错。苏湛，你娶了我，把我当成一个摆设，现在为了让我苟且偷生，就让我向他摇尾乞怜吗？别说这些气话了，你现在只能这么做才能保全自身。好，我认罪。轩宁，你去死吧！你小心！你小心！大人，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拖下去！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别走，不要走。东宫无太子诏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劳烦通禀太子妃，宣义侯府莫白有急事求见。
劳烦特命太子妃，宣义侯府莫白有急事求见。宣义侯府，太子早有明令，宣义侯府一干人等不许打扰太子妃。此事事关我家世子的性命，太子妃必须得见呐！太子妃，您就看在我儿的情分上，见我家世子一面吧。太子妃，我求你啊，太子妃！宝钗，快通报你家姑娘，世子命悬一线，快去看她一眼吧。命悬一线就去找大夫啊！我家姑娘又不会看，去了有什么用？可我家世子是为了救太子妃才受的伤。慕白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我家姑娘早就不是能被世子随便呼喝的人了。况且，我家姑娘没少为苏大人受伤，苏大人也没见多关心啊。姑娘忙着呢，别在这儿杵着了。世子节哀，夫人已经被烧的只剩下这具尸首了。宣宁，我没有推谢宁汤。你亲眼看着，你还狡辩！宣宁，世子，你重伤未愈，这是去哪啊？去找宣宁，我要跟他解释清楚。世子，宣宁已经是太子妃了，您是要硬闯东宫吗？太子妃，是她是太子妃，我是她兄侄，我们也是天壤之别。世子，如今逆党平定，皇上正式封了长彻为太子，是不是也到了我跟他履行和离契约的时候？宁宁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。这红梅开得最艳，我折了几只给你做插瓶，这几只能香上好几天呢。如今宫里风平浪静，我也终于能休息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离？和离？你怎么突然提这个？是因为我隐瞒你身份，你生气了？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是宇文老贼一直盯着我，我的身份要是暴露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我，然后就是你。我向你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瞒你，以后我的事都与你说，绝不藏着掖着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喜欢着别人，我不会霸占你心里人的位置。我心里有别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心里除了你还有别人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我心里唯一的人，而且我都殷勤了那么久，你还觉得我心里有他人？你不是应该喜欢嫣然君主的吗？你们青梅竹马，又门当户对，他平日对你又是那样。嫣然只是个爱哭爱闹的小丫头，我只是把她当妹妹。你难不成是在吃她的醋？谁吃他醋了？我心里的确是藏着一个人，一个小丫头。小时候遇上她，哭哭啼啼的，可怜的很。宁宁，你当真不记得我了？小哥哥，你能带我去找爹娘吗？他们不见了。找不回来了，以后你就跟我回东宫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是你？当年薛家满门战死，我为太子
前去抚恤功臣遗孤，然后碰上了你。可怜当年宫变，让宣义侯府抢了先，不然早该把你带回东宫养着了。我们也该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还一直以为你不喜欢我呢。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想我李长彻，好歹也是天皇贵胄，怎么会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在身边呢？天天如珠如宝的供着，别人还觉得三心二意。夫人，我冤枉。那还不是都怪你？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该早些表明我的心意。现在还走吗？我想走也不许走。我告诉你，宣年，要是没有让我时时见到你，我只会茶不思饭不想，无心朝政。到时候你是红颜祸水，我是无能昏君，我们又凑成一对，天天让天下人咒骂。你又胡说。殿下，陛下宣诏，有急事。怎么又叫我？让我们小两口聚少离多的，到时候疏远怎么办？他还想不想要孙子了？你赶紧去吧，又满口胡言，让父皇好好治治你口无遮拦的毛病。去吧，在这等我。苏大人怎么来了？阿宁，你觉得这身衣裳穿上怎样？苏大人的衣裳自然是配苏大人。阿宁，你忘了这件衣服是你亲手做的。你为了做这件衣服，熬了3天2夜才绣好的，手指都扎破了。我现在穿好了。我当是什么宝贝，能让苏大人这般郑重其事？曾经你弃如敝履，如今却又穿着它来到我面前，莫非苏大人今日穿上它，是想来跟我旧情复燃？哦不，旧情复燃，你得有旧情才对。而你从没喜欢过我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我当初不应该那样对你。那个李长彻，他早晚会当皇帝的，后宫佳丽3000是常态。他就算坚持喜欢你，他明日他不可能对你始终如一的。阿宁，你跟着他，只会独守空房，他不可能对你一心一意，他只会对你。苏大人未免管得也太宽了。我和长彻今后的日子如何过，那是我们2人的事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苏大人请自重。你和长彻不可能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当初就算我把你送回了永州老宅，你也没说跟我和离，你还日复一日给我送信，让我接你回东京。你是那么的爱我。永州老宅？难道上一世的事情你也知道？是上一世，你都知道吗？我只记得你将我丢在老宅，聪明至死。苏真苏大人断案如尘，也曾位极人臣，不知为何非要屈居在这永州这个小地方，即便圣上有意提拔，也不肯离去。世子，该喝药了。外面好生热闹啊，是什么动静？东宫太子妃诞下一子，皇上大赦天下，百姓争相庆祝。若你还有半分愧对我之心，就请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庆宁23年，永州县令苏瞻卒于苏州老宅。庆宁33年，先帝驾崩，
嫡子李长彻继位，册立薛宁为后，帝后同心共治，天下太平。